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16号，星期二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标题比较长，拜登政府推出移民改革法，1100万非法移民入籍。第二个是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红二代秘密持股蚂蚁集团，涉及江泽民、贾庆林啊。那么还有一个，今天突然前总统川普突然尖刻的攻击麦康奈尔啊。那我们来讲讲的，我们一个一个讲。先讲这个拜登政府啊，拜登政府 NBC 报道，拜登政府本周将会推出移民改革法案，内容包括让1100万非法进入美国的无证移民有机会入籍，而且会扩大难民安置计划。这个移民改革法案叫做2021美国公民法案，那这是 US Citizenship Act of 21反映拜登总统就职首日宣布的移民改革优先要项草案内容也包括扩大从小来美国的无证移民的移梦生Dreamer 的福利啊。那么同时，川普政府提出的公共负担Republic Charge 移民排除规定即将终结啊。那么报道指出，过去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期间，推动大规模移民改革都会遭到挫败。那么拜登团队透露，他们会让这些改革法案化整为零的方式推出啊。那么民主党籍的这个国会议员，那么着手推动让这个农场工人、梦想生取得合法身份的提案，接下来再着手范围较大的移民改革法案。那么相关官员及移民权益倡议人士分析，这一波移民改革的中心主旨将会获得进展。那么民主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梅嫩德斯将是在参议员领导推动移民改革法案的主帅他发表声明说，这项移民计划不但可以修正现今破损的移民体制，还能打造一套更加完善的制度，让家庭得到团圆，让无证移民走出阴影，迈向入籍之路，同时为人权挺身而出，从根本解决人口迁徙问题，并且在边境地区推出智能型安全策略。那么华盛顿邮报上个星期报道说，拜登总统上任首日就公布的一项移民法案，要为1100万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提供一个8年的入籍美国的路径。这个法案遭到共和党人的批评，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都认为这个会刺激这个非法移民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拜登政府是在推动这个移民法案的改革，那么让现在有1100万非法移民逐步获得他们的身份这是一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面对现实的一个方案那么虽然他们是非法移民，但是他们也有人权这是民主党的看法。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讲讲疫苗那白宫今天宣布随着制造商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各个州的疫苗供应量可望略有增加。那么白宫新闻秘书 Psaki 今天表示，每周向各州发送的这个疫苗供应量从1100万剂增加到了1350万剂。那么7月底在宣布跟2家这个疫苗供应商达成协议，7月底之前再购买2亿剂
两亿剂啊，就是不断的增加向各个州供应的这个疫苗的数量啊。那么你可以看到，现在美国这个疫苗接种的速度会不断的增加啊，不断的增加。那么白宫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为洛杉矶的一个新的疫苗接种中心配备现役军人，那么并计划很快在德克萨斯州和纽约的地点部署其他的服务人员。那么接种中心的开设将扩大快速为平民接种疫苗的能力，每天有数千人接种。美军北方司令部的司令啊，那么说，陆军在洛杉矶的站点配备了人员，其他中心的人员分布在纽约市的皇后区和布鲁克林市区、休斯顿、达拉斯、德克萨斯州的阿灵顿啊。那么，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要求国防部准备这样的人员，准备100组。那么，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说，那么他们要求派遣军事疫苗接种队，是为了预计3月和4月会有更多的疫苗可以使用啊。他说啊，这个部署的部队的人数啊，就是部队团队的人数，取决于州政府和药店完成疫苗接种的速度啊。这是一个啊，就是疫苗，美国正在加快这个疫苗接种的速度啊。那么随着这个疫苗的推进，很明显看出来，美国这个疫情在缓解啊，就是你可以看，这个峰值已经出现了，现在开始在往下走啊，在往下走。那么最明显的是以色列啊，以色列现在感染疫情下跌了90%啊，这是情况是非常的明显。那你可以看到，随着美国疫苗的接种速度的加快，那么到年终是有可能实现啊，有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前总统川普啊，今天突然发表一个声明啊，这个声明非常的尖刻啊，这个攻击谁呢？攻击共和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啊。那么我读两段这个声明，其中就是对这个麦康奈尔是怎么攻击他的啊。第一段，共和党有了像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这样的政治领袖，就再也无法得到尊重和强大。米奇麦康奈尔掌舵，麦康奈尔致力于一切照旧，维持现状的政策，加上他缺乏政治洞察力、智慧、技巧和个性，使他迅速从多数党领袖变成少数党领袖，而且情况会越来越糟。民主党人和查克·舒默像玩弄小提琴一样玩弄麦康奈尔，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好过过，而且他们想保持这种状态。我们知道我们的美国第一议程是赢家，而不是麦康奈尔的腰带第一议程，或者是拜登的美国最后啊。这第一段。第二段，同样的，麦康奈尔在中国问题上没有任何公信力啊，因为他的家族持有大量的中国商业股票，他对这一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威胁无所作为。米奇是一个沉闷、闷闷不乐、不苟言笑的政治黑客。如果共和党参议员要跟他在一起，他们就不会赢。他永远不会做需要做的事，也不会做对我们国家有利的事。在必要和适当的情况下，我会支持那些支持让美国再次强大和我们美国优先政策的主要竞争对手。我们需要卓越、强大、深思熟虑和富有同情心的领导层啊，这是非常激烈的攻击啊。那么这个声明呢，我读完了整篇声明啊，这个声明其实就包含2个内容，一个内容就是攻击麦康奈尔啊，第一个就是攻击麦康奈尔，第二个就是说我多厉害，我很厉害，你看我为共和党做了很多的贡献，共和党没有我根本不行。
其实就说这2件事情啊。那么为什么川普要攻击麦康奈尔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事情怎么回事。麦康奈尔上个星期六他投了什么票？他投了反对票，就是弹劾案。参议院投票的时候，麦康奈尔投了反对票啊，就是如果麦康奈尔投赞成票，然后他后面一票人投赞成票，那川普可能会被弹劾啊。但是他投了反对票，川普逃过一劫。然后呢，这个麦康奈尔在参议院发言他说什么呢？他说川普对1月6号1月6号这个国会大厦冲击案负有实际和道义上的责任，而且他解释说，他投反对票是因为他认为宪法不允许参议院对前总统定罪啊。这件事情背景是这个背景，就是麦康奈尔投了反对票。你想一下，他是少数党领袖啊，他投反对票。那么当然共和党大部分只有6个人投了赞成票，其他共和党人全投了反对票。然后可是为什么川普还要攻击他？ Political 啊，就是这个美国的 Political 这个网站，他还是个媒体啊。他说为什么？因为麦康奈尔星期天在华尔街写了一篇专栏文章啊，他解释，他其实在这篇文章当中讲的话跟他在参议院讲的话是一样的，就是我为什么一方面投了这个反对票，同时我还是认为川普负有责任，负有什么责任呢？负有实际和道义上的责任。这篇文章把川普给闹翻了，川普疯了，川普就是气疯了啊！川普是气疯了啊！这已经气。这篇这个 Political 说，川普亲自口述了今天的这份声明啊。当然，发出来我刚才念的这段声明不是川普口述那份声明，川普口述的声明更尖刻，骂得更狠。他发出来的这个声明呢，是就是把这个调子降低了一点。那么川普的高级顾问 Jason Miller 撰写了声明的最终版本啊，最终版本是他写的。但是其实之前川普口述了一个声明，那个声明那原汁原味没有出来。为什么？这个报道说，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川普的口述的那个声明嘲笑麦康奈尔有多个下巴，麦康奈尔是有双下巴，嘲笑他有多个下巴啊，而且他是这么说，他说还有很多重复的东西啊，就是麦康奈尔有多个下巴啊，但不够聪明啊，就很多这些话啊。那么川普的顾问就摁住川普说，这不能发，这不得了这个啊。然后就是这个 Miller 就是 Jason Miller 跟这个 Political 说，他觉得声明可以更强硬啊，那而且否认考虑过攻击这个麦康奈尔啊。而且有两位知情人，这个报道说有2位知情人说这个川普今天还见了他的这个前竞选经理帕斯卡尔，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儿。他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川普非常的生气，因为
因为麦康奈尔虽然投票否决了这个定罪就是让川普过了这一关，但是麦康奈尔的那番话加上这篇文章让把这个川普给气疯了这就是这篇声明的背景和原因那么影响在哪里？这个影响很大，影响大在哪里？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共和党现在处于分裂的前夜我刚看到前天有一个民调说现在美国民众认为现在是时候出现一个新的政党这是美国的民调，就是说现在美国的民众开始接受第三个政党，然后呢，有一帮这个共和党内部的少壮派，这帮少壮派是川普的铁粉川普的铁粉，就是在推动这件事情，推动川普成立第三党。那现在这个情况就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阶段。麦康奈尔代表谁？麦康奈尔代表共和党内部的建制派那么他们共和党内部的建制派对川普呢又爱又恨因为为什么？爱在哪里？爱川普他能够拉到很多川粉来拉很多川粉就为共和党增加了很多的支持者这是爱之处。恨在哪里？恨共和党现在分裂分裂成两派，甚至可以说分裂成三派。一派是建制派在中间，建制派其实是害怕川普川普的，因为在川普无论是在这个共和党内部，还是在第三党的这个方面，都令建制派胆战心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共和党有另外一派，就是铁杆的反川派，只要不是川普，谁都行。共和党另外一派，还有一派，那就是川粉派。那么共和党一分为三，分裂成三派，你想想这个情况多么恶劣。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川普上来对麦康奈尔发出猛烈的进攻，也就是在攻击这个建制派，那后果就大家可以想象，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将更加激烈，这个形势非常的困难非常的困难现在有一个现在就是对共和党来说有两个，因为现在弹劾案已经过去了那么共和党帮助这个川普度过了这个危机，那么现在对共和党来，就川普现在已经没有危机了没有一个大的危机，但是川普还有另外一个雷，什么雷？就是乔治亚州乔治亚州他们可能会提起刑事诉讼如果提起刑事诉讼的话，那后果非常严重，有可能会定罪那么川普真会去坐牢，如果定罪的话，这是一个风险。那么这对于川普来说还有一个雷那么对共和党来说，那就另外一个雷就是川普会不会真的拉杆子出去成立第三党？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川普跟麦康奈尔要闹翻的话，这件事情就变得可能性就非常大了这个影响就很大。现在这件事情我们要继续观察，好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报道我就直接念了，我就没什么好说的，因为这其实并不意外他报道说，那么马云的蚂蚁集团，那就是中国政府长时间调查这个马云的这个蚂蚁集团的股权结构之后，发现什么呢？发现了江泽民的孙子江自成，还有这个贾庆林，就是政局常委政协主席贾庆林，他的女婿
李伯潭都是蚂蚁集团的秘密投资者那么调查促成了，就是为什么，就是这篇报道其实是解释什么呢？解释蚂蚁集团为什么会被终止上市。终止上市是谁拍的板？习近平拍的板。习近平拍这个板原因是什么？就发现这里面有姜志成和谭伯瑞的股份在这个蚂蚁集团，所以习近平亲自下命令不让它上市不让它上市。华尔街日报说他访问了12名中国官员和政府的智囊，得出这个结论那么华尔街日报说这个中央早于去年10月24号，就是10月24号是马云公开批评这个金融监管机构那么开始调查。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在马云公开批评这个监管的这个问题之前，中国政府已经得出结论已经得出结论。那么所以呢所以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和马云的那番讲话没有1毛钱的关系，这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然后报道说蚂蚁很多投资者都是红二代，那么其中江泽民的孙儿姜志成最瞩目那么姜志成是谁呢？姜志成是江泽民的长子叫姜绵恒姜绵恒原来是我印象是社科院嘛，社科院好像是后来成立了一个私募基金叫博裕资本，他是哈佛毕业的。那么姜志成呢跟马云呢关系就很好，交情不错那么博裕资本在2012年连同中国投资中投还有国开行中信集团组成财团，集资71亿，协助回购由雅虎就是持有的阿里巴巴股份然后叫什么博裕这个财团呢再购入阿里巴巴约 5% 的股份，阿里巴巴2年后在美国上市然后他们就挣了很多钱那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博裕资本也有投资这个蚂蚁集团，但手法非常迂回由于中国限制境外公司不能投资这个支付业务，博裕资本作为香港公司，先在上海成立一个什么呢？成立一个叫博裕广渠陶然上海投资管理合伙公司的子公司，然后由子公司投资一家叫香海天生 Investment Management天生不知道怎么写这天生是它拼音然后再由这家公司投资私募基金北京这个私募基金叫什么呢？叫金管投资中心叫北京金管，然后由北京金管出面去投蚂蚁集团隔了几道你看博裕跑到上海成立了一家公司，这是一道，然后成立了一家公司再投资一家叫上海天生再投资私募基金叫北京金管，等于转了3道弯不过呢这个天眼查一下就可以穿透，理论上来说很容易穿透，天眼查可以把它穿透理论上不复杂不需要查很久
然后蚂蚁集团在2016年曾经进行过一轮集资啊，那么向16位投资者筹集了45亿，那么北京金管是其中之一啊。蚂蚁集团在2018年再集资218亿啊，那么北京金管又有投资啊，最终北京金管持有蚂蚁集团1%的股权，晋升为蚂蚁10大投资者。所以在蚂蚁的招股书中只能看到北京金管公司，没有提到博裕资本或者是江志成啊。那么另外一个秘密投资者就是贾庆林啊，贾庆林其实跟江泽民的关系很密切啊。贾庆林原来跟江泽民的太太叫什么呀？哎呀，我在嘴边上，他们原来是同一个科室的，关系就这么好，所以江泽民去了北京之后，就把当时贾庆林是在福建当省长，把这个贾庆林弄到北京去了啊，就是他们关系是很好啊。贾庆林的女婿叫李伯潭，李伯潭在北京成立一家叫招德投资有限公司啊。招德投资呢，招德透过多层投资啊，那个第一层叫 Tibet Honda 洪德，这是西藏啊，然后再投一个福清奇深和上海众福3家公司，通过3家公司，最后由众福投资出面入股蚂蚁啊。所以呢，就报道揭露，很多马云的朋友隐藏身份，透过第三方基金投资蚂蚁，其中包括中国泛海啊，泛海是卢志强，巨人网络是史玉柱啊，复兴是郭广昌啊，还有人透过亲戚间接投资万象集团，副董事长肖峰由他的太太黄荣平投资的复制上海投资公司，再投资这个就非常的转折了啊。报道说，马云为了让蚂蚁顺利上市，让中国退休基金和中国投资入股蚂蚁，结果去年夏季，蚂蚁短1个月之内获得多个监管机构通过上市申请，但上市计划最后临门失脚，被习近平杀停。那么透露内幕消息的人说，习近平对蚂蚁通过上市向富二代输送利益并不关心，他关心的是中国富二代其实是官二代，通过蚂蚁上市赚取丰厚利润，拉阔贫富悬殊，削弱他的扶贫措施啊，这是有点胡扯啊。其实讲到底是什么？讲到底就是不高兴，我不高兴了，你们都挣了钱，怎么行啊？这个原因就不靠谱了啊！能把这个查出来挺好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啊。那么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拜登政府推出移民改革法案啊。那么这个移民改革法案，到底能不能过不好说，这个需要这个国会那边支持才行。核心的问题就是国会那边有没有权力护航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川普突然尖刻的攻击麦康奈尔，然后就是什么？然后就是红二代秘密持股蚂蚁集团，其中包括江泽民的孙儿，包括这个贾庆林的女婿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王野平啊，江泽民的太太叫王野平啊，王野平，王野平有个外号，算了不说了。行，我们现在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移民政策很敏感啊，那么明谢 Mike 猪，谢谢 Renee Mac， 谢谢北风雷 C Nicole 妹妹 ，OK 都在晒啊，好久没说广东话了。观点：美国非法移民80年代的情况与现在非常类似，两党最终达成协议，大赦约300万已经入境的非法移民，并通过一个系统长期解决方案。86年大赦法案通过，但长期方案却从此销声匿迹。其结果是过千万的新移民非法涌入，等待新一轮大赦。从那以后，民众几次拒绝两党类似86年的许诺，并坚持要求先解决非法移民入境一事，然后再谈如何处理已入境的非法移民。边境墙也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一直得到强力的支持。拜登的做法案会重新激起激烈的争执。OK， 非常好，讲得非常的对啊。边境墙是不是应该做呢？我老实讲，我是觉得应该做的啊。美国必须有些边境，美国没有边境怎么行啊？但是我觉得2件事情都可以做，就是一方面把边境墙修起来，另外一方面呢，已经进入美国的这些人呢，也要给他们出路啊，你不能把他赶走嘛，对不对？因为很多孩子都在这里。其观点，如此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只会加剧更多非法移民前来，也侵犯联合合法移民的权利。怎么侵犯合法移民的权利呢？虽然打着人权的口号，其实就是民主党为增加未来选票布的局如果是这么讲，民主党移民一定会支持民主党吗？不一定吧，这不一定啊。我看很多华人移民就支持川普嘛，是不是啊？提问：川普现在对美国政治还有多大影响力？超出我的想象。川普对美国政治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影响力在哪里？他的影响力主要在共和党那边那么他还是，你想他获得了750万票7500万票7500万票不是一个小的人数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他在共和党内部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他的支持率超过80%。那你想一下，民主党的这些建制派肯定是还是会发抖的为什么会投反对票？我觉得这跟这个是有很大关系的。观点：川普其实在成立新党方面是犹豫的。他在自己新的推特号上曾征求想要办的媒体的名称，而没有成立新党做任何表态。我认为不要个人认，我认为川普就弹劾案与共和党和解的有和解的可能，但拜登的新移民法案使川普改变想法。1100万非法移民可以把共和党打入深渊。此时成立新党对共和党的失败影响不大，麦康奈尔的刺激只是导火索而已OK， 情况：坐标达拉斯。从周一凌晨开始间歇性停电，每供电20到40分钟，停电20到40分钟。最遗憾的是，因为没有 WiFi， 手机信号差，无法参加王先生的直播节目。但这次雪灾看到一些问题，微信各种群充斥着老家零下10几度，从来没有停过电之类的爱国言论。不想辩驳什么，只希望这些人能如偿所愿，早一些回到祖国怀抱。那是提问：观点：太子党会像中国历史上发生你死我活的内斗吗？那样中国革命就有机会了。太子党已经
谁是太子党？习近平就是太子党。太子党已经掌权了所以太子党，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画了2条线。第一条线是什么？第一条线就是不动太子党，就是所有就是红2代、红3代不碰，打招呼，给机会就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就所有的贪官里面没有红2代、红3代都没有他不抓，就是他给王岐山的一条线是这个线然后就是他还有一条线，就是他不是这个周永康之后，他有个内部讲话，就是以后周永康是最后一个，以后就不动了，就这个意思就这2条线太子党怎么说呢？太子党这个问题，我不觉得他们之间会你死我活。为什么？他们是火的，他干嘛你死我活？多一点少一点，你说有1000亿跟1200亿差别大吗？差别没那么大，你说呢？所以我不觉得他们会你死我活的那一斗，他们会有争权夺利但是上面不是有老大做决定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不能够指望太子党怎么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这太不靠谱了情况，美国国内搭飞机时跟邻座德州大妈聊天，聊边境墙时，对方提一个有意思的情况，没墙的时候老莫还能找到回去的路，修墙以后他们回去变得困难，所以滞留的非法移民越来越多了OK观点1应该建墙，2已经进来的贩毒恶性罪犯赶走，3老实工作生活缴税的排队发绿卡，不能让合法移民老实排队，比非法入境的拿绿卡晚这个我基本上同意，我觉得是这样郭声琨观点与更正，王老师好像几期节目中提到中国公安部长是郭声琨，郭声琨是前部长，现在是赵克志没错是吗？郭声琨没有我最近没有说过是郭声琨，以前是郭声琨，现在是赵克志，没错如果我有说过是郭声琨，那我们就更正一下好吗OK 提问，从小学鸡飞狗跳学钢琴，童年玩耍的时候大的时间大都给了钢琴，10几年花了20几万考下10级，可我现在就是一个996打工人，考试没加分，工资没加钱，工作以后更是许久不碰一下琴，唯一跟别人不同的是每年单位年会可以表演一下，除了那些走专业音乐路线的，这就是大多数琴童最后的样子。王老师，这值得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学钢琴，我们学小提琴有没有可能走专业路线？专业路线毕竟少数嘛，那么大部分的人都是作为一个爱好，作为一个技能，作为一个工具去学那这个网友问值得吗？问这个问题肯定当然他觉得不值得了他觉得我啥都没得到，我花了几十万，花了我所有的童年玩耍的时间都放在这件事情当中，我没玩到花了这么多钱，我现在唯一得着广东话得着广东话叫得着，我唯一的得着就是单位里搞年会的时候我能表演一下，平时也不碰它
这个问题在哪里？这就是认知，这就是认知对一件事情的价值的判别。那我们很简单，我们学这个琴，我们想干什么？那除了我要去拿这个作为一个谋生的工具之外，我如果不是走专业路线的话，你现在考了10级啊，那它意味着什么啊？就说你在学这个琴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它搞清楚？你的 intention 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你现在是个10级的钢琴啊，能弹有10级这样的水平，你至少可以教琴。哪天你跟领导不高兴了，一拍桌子回家招琴，不比你现在收入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琴是什么？我们弹琴是干什么的？我们弹琴无非是悦人悦己嘛，对吗？悦人悦己是什么？悦人悦己这是一种享受啊，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它是一个别人没有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境界的问题。你会有很多，我举这2个例子，意思是讲什么？我们在对一件事情的认知，决定了这件事情的价值。这件事情的价值经常是由我们的认知决定。就像这位网友，他钢琴10级，他的认知决定了这个钢琴10级对他的价值。这就是，所以值不值得有什么决定？值不值得不是有你现在可以把这个10级钢琴拿来做什么决定，是你对它是怎么认识的问题啊。观点，我最近在看汉娜阿伦特的反抗平庸之恶啊，这本书讨论了个人在独裁统治下应负何种责任。我惊奇地发现这本书的导读是蔡英文写的，其文章的逻辑性、思维的深度和广度让人钦佩。相比之下，我非常怀疑习包子压根就看不懂这本书。OK， 观点非常同意王老师对移民的看法。上世纪中，很多中国非法移民都是在大赦时才能成为美国公民的，我祖父就是其中一位。OK， 观点，移民有调节人口结构、增加劳动人手和纳税人口的作用。移民在增加税收方面作用明显，反对移民会使人口结构恶化，老龄速度加快。移民的好处跟坏处，我还是那句话2件事情都应该做啊。你如果大赦会增加很多人，会加快很多人跑到美国来，那你就去修墙。美国应该有边境啊，应该让进入美国更有秩序，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剩下的事情是什么？剩下的事情就是解决已经到了美国的这些人，这1100万人怎么办？那么有2点，第一点，公平。什么叫公平？就是这些非法移民和合法移民有区别，应该让合法移民在排队的那些人优先拿到，这个没有，这个是应该的。你不能说非法移民比这个按照程序的合法移民拿得更快，这不合理啊，这是第一个。但是这里面就有人手分配的问题啊，移民局它有人手限制，这里面就涉及到程序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要给他们出路，给他们权利。至于说两党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谁能获得移民的这个选票，我一点都不觉得。我老实讲，我对很多人经常讲啊，移民政策民主党就会得益。不一定。你看川普就知道，很多新移民是支持川普的，所以不一定啊，看你采取什么政策了啊。提问：近20年，中国有任何可能实现司法独立化、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吗？我不知道，这算卦吗？
不好说啊，不好说。那就是要实现这三化，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中共倒台啊。那20年之内会不会倒台不知道啊，这个需要一些偶然因素吧。但是说啊，偶然因素是不是太渺茫？也不一定。为什么？历史就是无数的偶然因素串起来的啊。提问：习近平没有接班人，中国会不会陷入夺位大战，然后内乱？我不知道，这个没有人知道。习近平没有接班人，不一定会陷入夺位大战。为什么？他继续干呢，对吗？而且，明年开嘛，现在还有时间嘛，所以不一定会发生啊。情况：加拿大移民局前几天刚大赦，直接给2万多技术移民申请者发邀请，感觉正常国家都在抢人，人就是以后的核心资源，而强国出生率很可能已经跌到快 1.1 了，哪有 1.1 0.8 都不到好吗？还在骗自己有 1.8 的生育率，没有，继续保持计划生育啊，没有 1.1。易富贤认为可能 0.8 都没有啊。观点：不认为美国筑墙有用，有办法的人还是能进入。身边中国观光签证尽量进来的大量装修、足疗、餐厅，坐飞机来的就可能进来。另外，欧盟各国也没有筑墙为界。如果美国南方要筑墙，那北方和加拿大接壤是否也应该筑墙为国界呢？加拿大筑墙 ，Come on， 加拿大需要筑墙吗？不需要吧，这是第一个。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中国观光来的这些可以进来也不，他没有身份呢，那就是非法移民嘛，是不是啊？我不觉得没有用啊。观点：7500万，川普支持者是个假象，这些人是支持共和党而不是川普。共和党如果换个人参选，也不会有太少的人投共和党。OK， 情况：我在北达拉斯，我们这里停电半小时，来电半小时，从礼拜天晚上开始没有 WiFi， 不过大家都很平静。停电半小时，来电半小时。OK。情况：美国学音乐很少听说考级的，似乎目的就是从来不是为了加分或者是某种物质回馈。情况：东京大学一半以上的学生会弹钢琴，通过练习钢琴可以锻炼忍耐力和理论性的思考，钢琴是很有价值去学习的。这就像什么？这就像怎么说呢？我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脑。我有一次，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学习打字，我就跑到市场上去买一个打字机，以前的那种打字机，哒的打字机，我就在那学打字。学打字，我们上英文课，每天我们上英文课的时候，我就用打字机把那课文打一遍。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么后来呢，我到了《明报》的时候，《明报》呢那个时候就开始电脑化，就每人配一台电脑，然后那个时候就这个公司就出个政策，1000字让你打1000字。1000字的一篇中文中文我们那个时候我是用拼音，有些人用仓颉，那个时候是繁体字，那时候的拼音输入法我记得叫双桥，我不知道有没有网友用过我就用那个双桥装在上面打字，那个时候明报就开始推动那个报社的电脑化，只要你1分钟打字的数字我不记得了，大概是50个还是70个，反正只要超过这个水平，你考试打3篇，平均水平超过50字还是70字，忘记了，1分钟
你就可以得到1星期的假期。我那个时候是我们报社第一个拿到假期的人啊，就是这样。所以人生你去学习一些技能，你一定会有机会在人生的某一个路上，某一个阶段把这个技能用上。所以不一定，我说的这个话并不是说我们做一些事情一定不能功利啊，也不是说一定非得功利，就是说适当的时候你做一些事情不吃亏啊，一定不吃亏啊。提问：川普律师手撕媒体 CBSN 视频，不就是揭露媒体的双标吗？对于弹劾案，民主党证据篡改，王老师有什么看法？篡改什么证据？我不知道。手撕 CBSN 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说的是，我没有看到你说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啊？你能详细的说说吗？情况：一个研究发现，一批音乐家学钢琴，如果是7岁前比在7岁后，从 MRI 中发现左右脑神经联系多得多。结论是，这种人在年老如果中风就会恢复得很快，好吧？打卡巴西，王老师你好，你家王小妹真可爱，你的饺子馅儿也够大的。今天破5，想起你包饺子的视频，皮大那你就得馅儿大，要不怎么包啊？好吧 ，OK， 谢谢啊，明谢小小补给你扣小妹妹的小红包，祝福王老师全家牛年大吉，节目越来越好，感谢大家。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搞一些这种活动啊，大家一起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一起乐一乐啊，好不好？那么再鸣谢一下毛2020，谢谢啊，给 Nico 红包啊，谢谢他和你的直播，祝福全家幸福快乐，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